大家好，装满了7000辆比亚迪电动汽车的比亚迪滚装船在新加坡、印度及荷兰停靠及卸货后，于2月26日最终到达了德国的不来梅港。德国国家电视1台等主流媒体均进行了报道。今天咱们从多家德国媒体的角度来看看他们的解读。我们先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中国的世界市场领导者比亚迪想如何征服欧洲电动汽车市场？这是一个征服欧洲市场的战斗宣言。中国的全球市场领导者比亚迪现在正用自己的滚装船将其电动汽车直接运往德国。欧洲汽车行业希望得到布鲁塞尔的保护。德国之士补充，德国电视1台没有用滚装船这个专有名词，是我在翻译时自己用的，不知道是记者不懂还是故意的。但其他德语媒体用了滚装船这个词。不来梅港正在经历一场处女航，为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建造的首艘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探索者1号已经抵达目的地，目前约3000辆电动汽车正在卸货。此前，这艘近200米长的货轮已向荷兰弗利辛根交付了1500辆汽车。未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港口之一，不来梅港将成为比亚迪在欧洲市场的重要枢纽。到目前为止，这些数字还在可控范围内。去年，在德国上牌的比亚迪电动汽车不到4000辆，但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雄心勃勃。朋友们，接下来这个段落讲的是比亚迪快速崛起的历史，就不详细翻译了。我们接着往下，在德国的销售额将增长数倍。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致力于征服欧洲电动汽车市场。最近，欧洲只有约8%的电动汽车来自中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市场领导者比亚迪的态度是多么认真。在最近的慕尼黑国际车展上，比亚迪租用了最大的展台，仅用了11个月，我们就在15个欧洲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比亚迪欧洲公司总裁舒有新在那里宣布，继去年大众汽车不得不将其在中国这个最大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比亚迪之后，又一次象征性的转变指向了新的现实。今年在德国举行的202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上，官方广告合作伙伴不再是大众汽车，而是比亚迪。计划在德国建立100家汽车经销店。与此同时，该集团正在大力拓展在德国的业务。比亚迪已经在大多数大城市开设了汽车经销店，目标是达到100家左右。据该公司称，未来90%的德国人开车30分钟内就能到达比亚迪专卖店。中国公司宣称的目标是跻身德国和欧洲5强。为此，该公司计划在匈牙利建立自己的第1家工厂。比亚迪的目标是到2026年在德国销售12万辆电动汽车。比亚迪目前在欧洲提供5款车型，今年还将有3款投放市场。比亚迪海鸥在德国的售价约为 4.5 万欧元。该公司正在直接攻击特斯拉最畅销的款式 Model 3。欧洲汽车业寄希望于布鲁塞尔。比亚迪去年在全球销售了300多万辆汽车，其中包括160万辆纯电动汽车。在这一类别中，即不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特斯拉在2023年仍以180万辆的成绩领先。然而，尽管特斯拉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增长目标，但行业观察家认为，在纯电动车型的销售方面，中国超越这家美国的市场领导者只是时间问题。特斯拉老板马斯克最近对来自远东的竞争对手的胜利前景发出了明确警告，他指的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较低制造成本。这位科技界的亿万富翁解释说，他们非常出色。根据马斯克的悲观预测，如果没有贸易壁垒，他们将几乎摧毁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汽车公司。尽管德国汽车制造商很少说的这么直白，但很明显，该行业越来越希望得到布鲁塞尔的保护。尽管美国25%的进口关税仍将中国供应商挡在市场之外，欧洲也在出现新的保护机制。欧盟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国利用不公平的补贴，人为压低欧洲市场上的电动汽车的价格，从而扭曲竞争。因此，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一项调查，
以了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以及欧洲制造商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不利地位。如有必要，布鲁塞尔打算以惩罚性关税作为回应。好，这就是刚才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家德国 IT 门户网站 Heise.de 的报道。我们将节选必要的地方来翻译。3000辆电动汽车搭乘比亚迪自己的货轮抵达不来梅港。比亚迪在国外非常受欢迎，以至于该公司现在需要自己的船队。第一艘货轮现在已抵达不来梅港。朋友们，这段前面的句子就不翻译了，我们接着往下看。这艘船是比亚迪正在建造的大型船队中的第一艘，反映了这家中国公司建立海运业务，以支持其在全球汽车贸易中扮演新角色的雄心壮志。下面这段落我们跳过，也是讲比亚迪快速成长史的。然后呢，这一段落我们看最后一句。2023年第4季度，它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去年，比亚迪出口了超过24万辆汽车，2022年仅出口了5.5万辆，但它面临着一个问题：要想从其在海外的爆炸性增长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该公司需要从汽车贸易扩展到航运业务。德国知识补充，该报道后面才详细谈到为何比亚迪自己造船，其实主要是外国船运公司狮子口大开，吞掉了比亚迪辛苦搬砖换来的血汗钱。汽车运输船短缺。这一段讲汽车滚装船比传统货轮拥有的巨大优势，那就是装卸的时候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但此类滚装船特别紧俏，比亚迪是后来者，别的国家的车商早就签订了数年期的合同，所以一船难求。没办法，比亚迪只能向他们租船，于是就有以下问题。因此，中国汽车制造商使用滚装船的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根据全球最大航运服务提供商的信息服务机构克拉克森研究公司的数据，2023年包租一艘滚装船的一天的价格飙升至11.5万美元，这是历史新高，几乎是新冠疫情前平均价格的7倍。2019年的平均价格为每天1.7万美元。汽车运输的新需求目前主要来自中国。中国在2023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但运力的不足阻碍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发展，涉足航运业。正因为如此，因电动汽车的兴起而成为出口大国的中国车企开始成立自己的航运公司。2022年年底，航运机构《劳氏日报》首次公布了比亚迪希望购买或租赁船舶的消息。同年12月，比亚迪公司变更了公司注册，开始从事国际货物运输和船舶管理业务。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曾联系比亚迪公司以了解此事，但未能及时发表。比亚迪探索者1号今年早些时候交付，一次可装载7000辆汽车。这艘滚装船正式注册在英国的 Zodiac Maritime 公司名下，该公司由以色列航运巨头 Aya Alpha 控制，但比亚迪租赁该船的时间未公布。比亚迪计划在未来2年为其船队增加7艘船。比亚迪还希望让其他公司有机会利用比亚迪的滚装船出口汽车。比亚迪并不是唯一一家采用这一措施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中国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在2023年向海外销售了约120万辆汽车，其中24%是电动汽车。该公司于2021年成立了一家滚装船子公司，其最新的滚装船可容纳7600辆汽车，是同类中最大的轮船。于今年1月首次起航。与比亚迪探索者1号一样，它也前往欧洲。比亚迪已宣布计划为其船舶配备电池，但目前其租赁的滚装船尚未实现电动化。大多数较新的船舶可以使用传统燃料或液化气，一种相对清洁的能源。从纸浆运输到汽车运输，这些中国汽车制造商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建成自己的海运帝国。因为建造这些巨大的新船需要数年时间。与此同时，其中一些公司已经找到了解决供应瓶颈的创新方法，他们使用为其他类别货物设计的船舶。首先，他们盯上了通常从南美进口数千吨纸浆到中国的巨轮，这些纸浆在中国被加工成抽纸、纸张、
和书籍等日用品。由于中国没有同类产品出口，这些纸浆运输船在返程时往往空载或只装载少量货物。然而近年来，中国汽车公司开始在南美大陆销售汽车，航运公司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开发了一种可折叠的货架，可以将汽车装载并堆放到木材运输船上。去年7月，中远公司用这种船装载了2700多辆汽车，将它们运往巴西。有了这些临时解决方案，再加上建造新的滚装船，中国汽车制造商的运输瓶颈在未来几年内将大大缓解。自建船队或向国内航运公司租船，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中国汽车在海外的竞争力。正如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产业使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航运业的领导者一样，电动汽车也会使中国成为海上航运的主要参与者。好，该报道就到这里。按顺序，我们先看看德国电视1台关于本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那又怎么样？大众、宝马和奔驰一直在睡觉，现在被逼到墙角了。德国汽车制造商自作自受，到头来又要由我们纳税人买单。下一条评论：向德国汽车业问好，即使在车展上，德国制造商也几乎没有发言权了。下一条评论：因为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化石燃料游说集团、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的友好支持下错过了发展，所以现在想要布鲁塞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还以为市场会自我调节呢。我希望布鲁塞尔对德国汽车制造商竖起中指。下一条评论：德国不需要担心这个，德国几乎没有充电桩，反正也没电。我们童话作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德国知识补充：这里童话作家就是指德国那个经济部长哈贝克，他是绿党的人。他之前呢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经验，也没有真正的工作过，就是一个所谓的童话作家。我们继续往下。任何购买中国制造汽车的人都在支持一个敌视民主的专制国家制度，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以人权为代价来省钱，但他们也必须承担长期后果。欧洲有足够多的汽车选择。下一条评论：他们不仅想这么做，而且已经这么做了。德国汽车工业将走上与欧洲手机工业相似的道路。下一条评论：他们不想只征服电动汽车市场，他们想征服的是整个汽车市场。不要再把两个市场分开了，汽车市场只有一个，而电动汽车将成为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直到100%。下一条评论：中国比亚迪来了，或者是大众作为一家汽车公司的终结的开始。下一条评论：开始了亚洲人的入侵。下一条评论：比亚迪在欧洲的汽车净售价是中国的2倍，运输成本按比例计算最多$1000。如果欧盟的汽车制造商在这种天价下都不再有竞争力，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下一条评论：比亚迪将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德国制造商将再次发出哀嚎。现在来看这家 IT 门户网站这条新闻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令人惊叹的速度，中国公司能如此迅速的扩张，成为市场领导者，这一点不得不让人称赞。比亚迪现在是电动汽车销量最大的企业，比亚迪的电动汽车性能优良，最重要的是价格合理。现在中国电动汽车充斥着世界各地的整个市场。顺便提一下，在这些市场上，德国制造商如大众汽车曾经以普通消费者车型独领风骚，现在这已经成为过去。下一条评论：是的，遗憾的是确实如此。是的，比亚迪汽车还不错，但在德国定价过高，但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价格战中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 Stellantis 和大众等公司则没有回旋余地，因为他们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上已经力不从心了。当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在谈论什么技术开放和电子燃料，要求为工厂改造提供补贴，喋喋不休地忽悠别人时，中国人正在创造事实。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生活需要勇敢的决定，生活惩罚那些来得太晚的人。下一条评论：
返回中国的船怎么办？这篇文章已经通过南美的故事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空载回程是不经济的，用其他轮船，比如运纸浆的船、运汽车只是应急方案。在这方面，我们有兴趣了解比亚迪打算如何在回程中为滚装船装货，转租给欧洲、美国制造商，在欧洲、北美自己生产，或者三角业务，回程时在途中装卸二手车，例如在非洲卸载。下一条评论：让敌人来驾驶。谁能告诉我中共不会直接命令比亚迪让所有在敌对的欧洲的汽车撞墙，或者干脆不让他们启动？事实上，特斯拉已经在无意中发生了这种情况，自动驾驶错误导致驾驶员死亡，软件错误导致车辆无法启动等。这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也不能告诉我中国对我们的亲自由主义的东西是友好的。只要他们想拥有台湾，我们一抱怨，他们就会命令他们的公司瘫痪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关键基础设施不再允许使用华为的原因。就我而言，我只乘坐西门子的火车和德国知名品牌制造商生产的汽车。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对此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对此很无感。当年我们买过日本车，现在也没买，将来当然也更不会买中国车。我的车库里只有德国车，就像大多数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只开他们的国产车一样。下一条评论：我们为什么允许这种事发生？征收高额关税，干就完了。下一条评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电动汽车在德国早已失败。正如杜登霍夫先生最近指出的那样，燃油车的进一步发展很快就会恢复。在德国，很少有人想买电动汽车，也很少有人能用电动汽车做任何事情。即使是中国人，在市场上也还没有能够真正替代燃油车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电动汽车仍然太昂贵。电动汽车在任何地方都销售不畅，比亚迪也不例外。下一条评论：即使是比亚迪电动汽车，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也太贵了，二手电动汽车也没人要，一切都失败了。下一条评论：欢迎来到德国，对中国人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无论有没有中国汽车，电动汽车在德国都已经是死路一条。下一条评论：据调查，90%以上的德国人根本不想要中国汽车，谁去把这个告诉中国人？下一条评论：仅仅向市场投放并不便宜的电动汽车是不够的。要想在德国取得成功，比亚迪还需要在德国建立一个汽车修理厂网络。德国买家非常谨慎，不会在附近没有汽车修理厂的地方买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德国的产品质量有不好的体验吧。但比亚迪有足够的资金在德国以及欧洲建立相应的网络。如果他们真的有兴趣征服欧洲市场，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下一条评论：德国汽车制造商的生死存亡的时代已经来临。质量，现在唯一重要的是生产和销售价格，当然还有令人着迷的客户理念。谁需要真正好的汽车？这就是比亚迪的优势所在。他使出浑身解数，真正撼动了德国汽车市场。德国汽车制造商要小心了，想用惩罚性关税拖比亚迪的后腿，这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中国人可能会报复，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征收类似的关税。谁愿意毁了自己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因此，德国最好做好准备，迎接比亚迪改写游戏规则，甭管质量如何。下一条评论：上市才几年的中国品牌汽车，大量的质量问题，销售数字远远低于预期，没有自动驾驶，没有数据保护，剥削员工，残值接近于零，没有维修点，没有形象，没有品牌，由此对亲爱的中国产生新的依赖，等等等等。哥们儿，我们在德国拥有顶级电动汽车，请出于爱国购买德国车吧。梅赛德斯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项目和最先进的 Drive Pilot， 在许多国家都达到了官方 L3 级。所以呢，想想吧。下一条评论：谁会购买电动汽车？
在哪里充电，比亚迪想投放多少车都无所谓。下一条评论，德国汽车工程以前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这是卖点。现在这一富裕繁荣的重要基石正在被我们自己摧毁，我们罪有应得，德国永远完了。好，各位，刚才我们看了2家德国媒体的报道，以及看了3家德国媒体的网友评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